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ckie 潘子豪，很久没跟大家见面了。距离上次跟大家见面的时间应该是台湾的时候，那时候还是10月份，上一年10月份，现在已经是4月3号了。4月3号了。那么在上次发完第2集台湾行的影片之后呢，浏览数很好，第2集的影片有到9000的观看数了，所以在这里也很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那么现在我人在哪里呢？大家看我很奇怪，我现在背景到底在哪里？我现在是蹲着跟大家做开场白的，因为时间有点匆忙，今天下午才下课，然后我就直奔长沙站。那么看到我后面的行李箱又要去玩了。那么这是去哪里呢？张家界。好，那么呢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有一位新朋友，这里有2个行李箱。那么这次呢，是非常荣幸跟一位前室友，没有好朋友，一位大学的好朋友，张子涵同学啊，子涵同学来跟大家打个招呼，打个招呼。好。好。好的，朋友们，我们已经上来高铁了。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是什么呢？就假如你有在3月份、4月份有来过湖南的同学，或者在湖南本地人就知道，整个3月都是阴雨连绵，每天都在下雨，阴天，几乎没有出太阳。那么很幸运的是，在假期开启前，也是在今天星期五的下午，终于现在外面是出太阳了，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恩赐，能在旅行时出太阳，真的，甚至我们连后备方案什么雨衣都准备好了。那现在我跟张帅哥，我们在很专注的在玩这个 Switch。不好意思打扰了。哇，哇！不想再装，真的太假了。谁进来会先放个相机？太假了，我们这个反应太假了。好，那么现在给大家快速来 room tour 一下我们的房间。现在这里玄关进来，这里有一个厕所，干湿分离，就是长这样这个厕所。那么这右边就有个洗手台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房间了。还可以。好，那么我们的哇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哇，有蚊子吗？哇，有蚊子。外面有一条小溪 ，OK。那么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现在在区域呢，其实不是在市区。张家界的市区呢，离我们这里，也就是叫武陵园区呢，其实是有一段距离的。我们刚刚从张家界西站打车过来，这个武陵园区大概需要20分钟车程。那么这个武陵园区为什么我们会选择住在这里呢？原因是因为我们接下来的2天，我们都会前往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。我们现在所在的武陵园区呢，也就是在这个景区的里面，所以很近。我们明天早上大概坐几分钟的车，然后就可以去这个景区的入口。那么大概就这样。那么我们有2天的时间会在武陵园区，我们最后1天的时间会返回到市区，再看一下市区的风景。这样，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吃饭的时候再见，拜拜。好的，各位朋友们，现在已经到了晚上吃饭的地方。那么现在我们吃的是张家界的特色，叫做三下锅，来给大家看一下。那么这个就是三下锅了，这里有个蔬菜炒肉，还有一个叫肉末蒸河渣。那么三下锅是什么东西呢？刚刚我们有问了店员，我们这个干锅它里面有小炒肉、牛肚和什么？牛肚和肥肠。你觉得这三下锅好吃吗？我就是很饿，我觉得很好吃。人在饿的情况下，觉得什么都好吃。它这个怎么说？它有一点微辣的感觉，是不是？除了微辣，我觉得还有一些麻，一点点花椒，主要是大肠啊、牛骨啊、肉这些都有一点香味。说实话，这个还挺下饭的。这个非清蒸肉。那么你觉得这个10分可以给几分呢？以我现在非常饿的一个状态，我给一个7.5分。哎，英雄所见略同，我也觉得7.5分。哎呦，看到这勺子。就是叫什么来着？瘦肉蒸河渣。它这个河渣是个什么东西？它这个河渣呢，其实它就是黄豆渣。我的评价就是豆腐脑，然后豆腐脑一点都不丝滑，就是豆腐渣的感觉。对，就是它感觉像是豆腐不是黄豆磨出来嘛，它像是黄豆没有磨得很滑的，有一点粗糙，
还有一点黄豆的质感在里面的这么一个形态的产物。这个东西10分，我给个3分，不能再高了。3分吗？那我给多1分，我给4分。它其实还是有一点香，我吃到有一点那种豆豉的香，还是挺浓郁的。说实话，我对这个豆腐脑，我感觉我咸甜，我喜欢咸的啦。我是甜方，我是甜方，我只能接受吃甜的。主要给它这么低分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感觉没豆腐脑顺滑，而且也不算咸的，然后其次就是豆腥味很浓吧，就是很神奇，豆渣蛮神奇的，不好吃，就是我不喜欢。那么这个蔬菜呢，就中规中矩吧，就10分给了6分吧，6分。我给10分。猪油有做到一个助攻，加分，有没有？猪油在我这块非常加分，我感觉猪油炒拌都特别的哇，确实。我觉得香菜也是猪油，我真的觉得香菜里面猪油是最美妙的一笔。好的，朋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是4月4号，星期六早上。那么我们现在人身处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景区里面，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？在我身后，现在就是张家界著名景点，叫百龙天梯，它是这个武陵源景区的一个地标的工程。那么等一下我们也会上去，它也是世界上最高的户外电梯，十分震撼。在景区入口呢，分了 A 线跟 B 线，我们刚刚坐的就是 B 线。如果想直接来百龙天梯的朋友，可以坐 B 线的车，直接坐到最后一站，前面的站完全不用管，直接坐到最后一站下车就可以了。在我身后，今天这位大帅哥精心打扮，看一下精心打扮，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吗？看到这么真的，说实话，我们刚刚下车，远观不如近邻，真的远观很震撼，很震撼，非常的震撼，很震撼。好的，朋友们，刚刚经过了另外一个视角，我们上来了，坐了百龙天梯上来，哇，好震撼，好。后面是迷魂台，大家看看，哇，太棒了！那么来到张家界，当然要给大家介绍张家界地貌了。那么它是全球典型的石英砂岩风林地貌。给大家介绍一下它背景，在3.8亿年前，张家界还是一片浅海的时候，泥沙沉积形成了巨厚的石英砂岩。燕山运动使地壳抬升，砂岩产生纵横的垂直节理。在喜马拉雅运动后呢，流水岩裂缝不断下切侵蚀，最终崩塌，从平台方山逐渐切割成峰墙、峰丛，最终形成了石英砂岩风林。这里不靠水溶石，也没有溶洞，凭借坚硬砂岩与风化重力作用，造就了笔直陡峭、棱角分明的独特景观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身后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些一层一层的沉积堆叠？那么后面呢，它是成型，为什么变成了那么独立的一个一个呢？就是因为它经过了切割崩塌，真的非常漂亮，很高很高。还是那句话，今天天气真的很好，很棒啊，很大太阳，今天接近25度了。今天我跟张同学说，今天晒的太阳是我们整个3月加起来的总量，超级夸张，超级夸张，真的可以穿短袖，还是失策了，感觉穿多了一件。
Hello， 各位大家好。今天是我们在张家界的准确来说是第2天。今天我们来这里是南门路线，现在时间依旧是早上8点46，我们预约的8点到9点这个时间，所以我们依旧还是卡点到每天都是。这个南门它是远一点的，我们刚刚从酒店到这里打车打了将近40分钟，有没有？讲一下刚刚那个上山路，哇，7扭8扭，扭得我真的特别想吐，好恶心的感觉，就是很绕，真的一直，反正就是环山公路。那么我们今天走的路线是这个金边溪跟黄石寨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那么这个金边溪呢，据说就是有猴子。哇，在我身后这里有一条小溪，真的张家界非常漂亮，这种 ASMR 小溪潺潺流水助眠。没有看到有没有？也是那句话，始终评不上跟肉眼看是很大不同，亲身感是非常独特的。这种空气中的湿度、环境、风，一切都是非常美好。我觉得人类始终还是要回归于大自然当中。大家有看到吗？一层一层的，很明显的有这个沉积。好，那么张家界地貌在昨天有跟大家讲过，有另外一个名字，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，可以把答案打在弹幕上面。Let's go， 继续往前走。现在我们在大环线这里，为什么这里这么多人呢？这里有只猴子，刚刚他抢了一位路人的袋子，给大家近距离观察一下。当他傻了，他当然知道不能吃了。哎呦，太挑战了！大家知道吧？我们在大环线这里终于见到了第一只猴子。昨天在东门那边完全没有见到。我跟子涵同学说，假如今天真的还看不见猴子的话，就让你来演猴子。不用我演了，不用他演。现在在我们身后呢。一个叫御花园的地方，他这么说啊：此处古间枫林耸立，林木茂盛，野花飘香，好像一个天造地设的皇家园林。我只能说，要极大的想象力才能想象出来。我们刚刚一路上走过来，有很多很有想象力、令人遐想的名字，什么张良点阵、大象什么官兵。同一块石头，同一片区域，不同的名字。一开始是有叫张良点阵，从纵向看是张良点阵，对。然后你横过来的话，张良的那一块石头从侧面来看是一个大象，它就有点像大象，确实有个象鼻，有个象鼻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起这些石头名字那个人真的很需要 imagination， 很需要想象力，想象力是最大的创造力。哇，说得很好，哇，很好。那么在我们身后面是一个叫回音 BAP 地方，要一个来一个世界最高灭掉世界最高的高音，来，震撼吗？震撼，3、2、1。我耳朵要爆炸了，你猜我？OK，Let's go。来了，哎呦，断骨担心过来的。各位朋友们，那么现在在我身后有一个叫做大尼重点保护溪流。那么大尼就是我们常说的娃娃鱼，在我身后也就是大尼生活的区域，这条河流呢，它叫做朔水，也叫朔溪河。它发源于森林公园，一路汇集武陵源的秀水，流经水绕寺门、黄龙洞、
宝峰湖最终汇入篓水、风水、溯水蜿蜒，穿行在沙岩峰岭之间，水清见底，溪声空灵，一年四季都美如画。可以说呢，张家界3000奇峰蚀谷，溯水就是它的魂。这条溪水蜿蜒在山谷之间，汇聚了从山上流下的水，真的十分清秀，非常治愈人心。没有了它呢，这个风景真的缺少了一点灵气。他在看我，我也在看他，在这里。哦呦，跳走！各位，如果你来到森林公园想看猴子的话，在南门，也就是我们现在在金边溪的这个区域的话，它猴子出没是比较多的。我们刚刚看到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猴子，真的很可爱。因为我们置身在峡谷之间，被群山环抱，真的说实话，置身其中。很震撼，这种熟悉感让我感觉回到了湘西啊。确实，张家界也是属于湘西一部分嘛。如果大家有看我频道一开始的第1条影片《湘西行》，就大家可能有印象，这个场景是不是大家感到非常熟悉？现在看到我们如此的装束，还有一把雨伞，距离我们回到东门大概还需要1个多小时。大家有听到吗？雷声滚滚，希望这个雨不要越下越大，祝我们一切都会好运。现在是晚上的9点20分。那么在上一个场景，我跟张某应该是穿着雨衣在山谷里面狼狈。为什么后面没有录呢？我给大家讲述一下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后面就是那个雨越下越大，因为我们那时候只有一把伞，然后2个人穿了雨衣，我们就走，已经没有任何的工具去遮了，也怕相机会淋到水，然后我们就把相机收起来。后面的路就是完全步行。不过一路上呢，我们心态很好，我们这样说什么？心态是一个人最好的风水。我们非常乐观了，即使路上在下雨，但是呢，路上的美景还是不能辜负的，所以我一直有在呼吸新鲜空气。路上的照也拍了很多。那么我们现在人在哪里呢？现在人呢已经回到了张家界市区了。新城哦，新城市区。我们以为我们在市中心，但是实则不是，我们原来是一个在新城城区里面。哎，我们的菜来了，在我们面前这道菜就是叫打骨皮，它是张家界的特色美食之一，里面好像是有牛肉啊，一些牛筋之类什么。然后这里有个菜，这里有个应该是外婆菜炒鸡蛋吧。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2个人的精神状态十分的萎靡，真的太累了。我们连续2天先起床，在山上就是狂爬狂奔，竞走，对，竞走。不过还是很开心啊，就是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我们第1天走在山上待了6个小时，今天有7个多小时，接近8个小时。所以说2个人现在的这个精神状态，那个大脑仿佛有一层迷雾，有个脑雾在这里。就是已经运行不了了，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已经在说什么。我觉得这一顿是我们来张家界吃过最好吃的一顿。像这个牛皮骨，你10分给几分？打皮骨。首先这个打骨皮，打。那么首先这个打骨皮呢，10分可以给到一个8.5，我8分，8分，好吃，真的好吃，很下饭。它里面有牛肉，一些牛筋，它有点像广东的牛腩煲的肉碎版。那么这个菜呢，哇，这个菜张小友觉得很有感得，他对这个菜赞誉有加。来说一下为什么？首先，这个生菜真的它不是那种学校那种死的，大家想象一下自己学校食堂的那种死白菜，就是那种也不是说有死的白菜，还有那种死的那种圆白菜，学校那
那个食堂那个菜，就真的是一点都不活泛，它是很韧，然后菜质也很韧，再加上学校食堂的那些调味就会很，这个菜真的我感觉好像是生菜啊什么的，就很脆啊，很清爽，很清。然后再加上猪油的味道，真的很喜欢。那么还有个外婆在炒，竟然也是10分下饭，10分可以给到一个9分，这顿真的每个菜都很好吃。各位，现在已经回到酒店了。那么说一下感想吧。张家界给我的印象非常棒，景色非常值得一来。说实话，真的很独特，很独特。东西的话也挺好吃。来到张家界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就是外国人很多，超级无敌多。什么欧美、日韩、东南亚、港澳，反正各种不同国家、不同种族的，可以在这里见到很多不同国家的人。上有看到说，在2025年全国外国人密集度最高的城市。第一竟然是张家界，这个我真的是没想到，甚至我觉得比本地人还多。后来我在想，也问了一下 AI， 到底是为什么张家界这个地方这么吸引外国人呢？正常来说，外国人来中国不是都是去北京、上海了吗？原来张家界这个地方的文旅，它的宣传早在很多年前就大肆宣传，最出名的就是韩国。当你来到了张家界这边的路牌、餐厅，很多韩文的播报，还有韩文的文字等等，然后其次就是英语了。所以我觉得张家界以旅游为主要产业的一个城市，它确实做得很好，文旅跟它的正景观相辅相成。假设当地有一个很独特的景色，但是没有人去宣传的话，那么我觉得是浪费了。或者你宣传得很好，但是你当地去到然后发现也就还好，没有那么吸引人的话，那可能相对来说它的名声也不会那么大。所以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。首先张家界这个地方，它张家界地貌确实是可以，第一批自然遗产加上文旅的大肆宣传，在国外有打出名声，我觉得这是它的成功之处。那这影片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，我们录个结尾吧。OK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就关注、点赞、转发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，睡觉睡觉。真的喊吗？真的喊，3、2、1，啊！